的满足感来源。正宗龙江猪脚饭推荐理由：谁说快餐不能吃到爽？这一家让你直呼吃不完。作为每天辛勤搬砖的打工人，中午这顿饭吃饱吃好是很重要的。而在20元左右的快餐当中，哪一款是你的最爱呢？这一家位于汽博中心的龙江猪脚饭，或许能改变你对快餐的看法。我觉得在20元左右的这个快餐的档次里面，猪脚饭是最能够给人满足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碗是虽然说是点的是大份啊，但是完全有一种在肉里找饭的一个感觉。给你剥开看一下，这肉到底有多厚，就是满满的这种猪蹄肉的话，是完全盖满了整个碗口啊。你要翻开比较深的地方才可以看见这个大米饭，哇塞，太满足了。然后老板在最后打这个饭的时候呢，他还淋了一瓢咱们这个卤汁儿进去，所以它里面这个卤饭的话也是有带一种那种卤汤的味道，卤汁拌饭嘛。先吃一口吧。真的太满足了，就是他把猪蹄炖得比较软烂的同时，又不失去那个皮的那个嚼劲。听说过辣子鸡是在辣椒里找鸡肉，但是没听说过猪脚饭也能在猪肉里找米饭。这样诚意满满的分量，光是看着就相当满足了。软糯的猪脚吸满汤汁，卤煮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保留了猪皮的一丝韧劲儿。肥肉入口，肉香四溢，搭配卤汁也不会有腻人的感觉。这样一碗满满的猪脚饭，你能吃得完吗？Number 3， 谭记王万州烤鱼，推荐理由：11种不同口味的烤鱼，总有一款适合你。咱们猪肉吃够了，来点不一样的。
烤鱼作为咱们重庆人非常熟悉的美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是大部分无非就是那几种口味，泡椒、香辣等等。而这家店里的烤鱼足足有11种口味，简直就是选择困难症患者的噩梦。而当中扎海椒口味的烤鱼更是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鱼肉真的好软好软啊！它已经不是那种嫩的那种感觉了，它是属于那种入口之后，你必须要非常仔细的去感受，才能感受到鱼肉的存在。然后我感觉搭配上咱们这个扎海椒的味道呢，也是一点都不违和，还是比较符合咱们重庆朋友的口味的。对。扎海椒本是万州人民比较喜欢的一道辅菜，主要原料是玉米面和海椒，而扎海椒味的烤鱼在重庆更是少见。当然还有酸菜味、蒜香味等等，可见店里11种口味可不是徒有虚名。以上就是本期十全十美为你带来的肉食盛宴，有没有你心仪的那一款呢？想要了解更多美食资讯，欢迎关注十全十美粉丝团微信公众号以及同名视频号，还有幕后花絮等着你哦。火烹是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从我们祖先学会使用火种开始，就象征着食物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为了果腹。如今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烤肉分为3种，地道的中式烤肉、韩式烤肉、日本烧肉。今天十全十美就为大家盘点几家最值得打卡的烧烤店。Number 1， 一番式烧肉酒厂，推荐理由：西南地区首家沉浸式体验餐厅，整体日式的装修氛围，仿佛置身于京都街头。食材方面更是只选用精品和牛，搭配优质木炭，每一处都细节满满。周老板你好，那咱们是来到这个店之后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咱们店内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的抓人的眼球。当时是怎么想去开这样一个风格的，或者是沉浸式体验的这样一个日式烤肉店？因为第一个就是出于喜好，因为我非常喜欢日式的文化，这是一个起因。我觉得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始源于喜爱。那咱们今天是回归到主题，作为一家烤肉店，那除了环境好看之外呢，那味道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对。那咱们的烤肉有没有什么特色？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首先来说的话，我们的食材就是烤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我们的店的全部的牛肉都是采用的和牛肉，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已经比市面上其他的很多烤肉，就是食材上面选取的就要好很多。对，和牛本身相对来说就品质是比较高一点的。想要体现炭火与烤肉的完美结合，这一道酱渍牛横膈鸡可谓是当仁不让。作为店内唯一一道经过提前腌制的烤肉，酱汁的鲜香已经全部进入肉中，就连剩余的料汁也要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淋上酱汁的一瞬间，连同炭火的气息一起附着在牛肉之上，这一口下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哇，外焦里嫩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样子。看上去的话，外面是烤的像是有点焦，有点像烤糊的样子，对。但是里面呢是非常非常有汁水的那种，而且咱们是没有烤到全熟的，所以它的口感相对来说不会很老。整个横膈鸡的它的这种纤维是比较粗的，所以你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酱汁是渗入到了每一丝每一毫在里面去。沉浸式街景体验，新鲜的菜品，超高的性价比，都是一番式烧肉酒厂的过人之处。体验过纯正的日式烤肉之后，接下来换个口味，带大家去山上感受一下中式融合烤肉的魅力吧。Number 2， 里山 House， 推荐理由：远离城市喧嚣，古朴怀旧的环境，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黑毛猪肉，敞开吃。我来之前就有听说你们家的猪肉不一样。对，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镇店之宝，它是在那个黔东南的寨子里面，那些留守老人自己养的，都是自己种的米啊，或者是给他们喝的是高山水，所以这个猪肉的紧实度很紧。老板将贵州留守老人喂养的黑毛猪带出了深山，不仅解决了村民们没有销售渠道的困难，也让我们有幸能在重庆尝到这原汁原味的山间美味。说到这里，
咱还真想尝一下这纯粮食喂养出来的黑毛猪肉是什么滋味呢？可是这猪肉看起来怎么比一般的肥呢？可能女孩子会不会比较抗拒来你们这边吃烤肉的女孩子？对，本身的话就是如果要是这个肉哈一端上来的时候，他说哇这么肥，我说对，先不要着急，莫慌，哎，然后咱们先尝一下，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女生吃完了之后都会说太好吃了，就吃起来不是很，基本上是不腻的，除非是真的一点都吃不了的人哈。我怀疑我平常吃的不是猪肉吗？为什么你家猪肉真的不一样？口感糯糯的、软软的，关键我吃起来没有觉得很闷的感觉，还想来第二片。来，有请。来。大山里的农家黑土猪自然奔跑生长，肉质紧实，富有弹性。经过最简单的石板炭烤后，口感劲道弹牙，具有浓郁醇香的猪肉原味儿。再配上老板特意在贵州找寻到的独特蘸料，那叫一个美滋滋，一口气吃2盘不成问题。我停不下来了，一锅肉被我吃光了。原本我今天说摄像大哥是我们的主力啊，吃肉主力。完了，摄像大哥，我可能要帮你分担一半了，1半以上。然后呢，你这个光吃肉呀可不行，还得配上我们的这个特色的贵州古法米酒。一碗贵州米酒为这一餐山间烤肉画上了句号。接下来还有一家更创意十足的越南风味烤肉等着大家哟。Number 3， 暴龙瓦片烧烤，推荐理由：无需烤炉，一盆炭，一片瓦就能开启烤肉之旅。独具特色的香茅牛肉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就像我们这个香茅牛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秋葵、里脊、五花，其实在越南都会有，还有我们的猪排骨。那这香茅牛肉其实在这个东南亚那边，香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香料，可以说是。对，这个很快，基本上它放上这个瓦，因为这个瓦已经在冒烟了嘛。对，其实它温度已经很高了。对，它放上去之后，很快它就会熟。一般人他就是没有来吃过的话，他会感觉你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要等很久，其实不是的。它这个瓦预热之后的话，达到一定的温度，它就恒温在那个温度。哦，香茅香味独特，常用于香料，而香茅牛肉极具东南亚风格，是否适合咱们迅哥的口味呢？差不多只过了10秒钟左右啊，它这个香茅牛肉就完全熟了，对，看到没有？10秒钟的这个时间，使得这个牛肉它还是保持着牛肉片那种很嫩的那种口感。然后，其实这个香茅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香茅这个味道有点奇怪，吃不来。但是其实它是会起到一种增香的一个作用。那包括咱们这个调料里面也会有香茅。这香茅有一点像我们重庆吃豆花里面加的那个木姜子的那种味道，它又带一点那种柠檬的清香味，吃起来很爽口，不会太腻。香茅牛肉是越南瓦片烧烤中的当家头牌，不过到了咱重庆，这越南烤肉还是非常接地气的。瓦片烤肉不接触明火，不易烤焦的同时，还能还原食物最本真的味道。有时候享受美食的快乐并不完全来自于味道，吃的情趣也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